在本期节目开始前，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看见伊朗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轰炸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轰炸鱿鱼国，大家觉得痛快吗？是不是觉得可以更猛烈些呢？给这个到处在全世界制造混乱的国家一点颜色看看，帮全世界受压迫的国家出一口恶气。可能站在中立以及正义角度的人都会这么想吧。美国总统每天都在不停地说一些自相矛盾的鬼话，一会儿说美国赢得了对伊朗的战争，一会儿又说可能派遣地面部队，一边要求盟友，甚至要求中国协助确保霍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看到没有国家响应后，又说美国不需要你们的协助等等。哈哈哈，堂堂地大国总统就像神经病重度患者的胡言乱语。昨天德国《世界报》报道，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考虑在中东减少军事部署，但是我们想想看，伊朗会答应吗？应该会提出条件，比如战争赔款，又比如必须签订协议，永远不能再攻打伊朗等等，否则继续打，直到美国及由于真正感到痛为止。好的，我们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考虑在中东减少军事部署。这是美国从伊朗战争撤军的预告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他正考虑逐步结束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战争目标已接近达成。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出人意料地临近尾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正考虑削减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他于周五晚在其真理社交平台上发文写道，尚不清楚具体何时以及以何种幅度执行。特朗普的原文措辞 winding down 可译为削减、减少，也可译为逐步结束、收尾。不过与此同时，美国正继续向该地区增派数千名士兵，具体说2500名，以及3艘军舰。美国总统进一步写道，美国距离实现其战争目标已经非常接近。据特朗普称，这些几近达成的目标包括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及军事工业，消灭伊朗的海军和空军，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制造核弹。这些特朗普在战争初期就已强调的目标之外，他又补充了第5个目标，希望将我们保护中东盟友的水平提升至最高层级。他点名提到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伙伴。好的，朋友们，德国之士点评下。看到这里，谁都会笑吧？面对伊朗的打击，美国自己都成了泥菩萨了，还好意思说将保护中东盟友的水平提升至最高层级，也太不要脸了吧！如果中的那些阿拉伯国家还继续相信美国，继续交保护费，他们今后被暴打也实属活该。你们说对不对？好，继续往下。特朗普的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 X 平台上写道，我们总统和五角大楼预计完成这项任务大约需要4到6周。他接着写道，美军表现出色，德黑兰领导层正日益被削弱。大约2周前，这位美国总统曾称这场战争基本已结束，并将其形容为一次短暂的行动。然而自那以后，美国以及由于仍持续发动攻击。美国战争部长何格塞斯周4表示，美方在其战争目标方面完全按计划推进。德国之士又点评一下，西方政客说话真无耻啊，谎话连篇。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成功复制绑架委内瑞拉总统的那套。美国佬绝对没有什么 Plan B。 好，继续往下。特朗普与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设定不同的战争目标，其中也包括德黑兰的政权更迭，但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特朗普欲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护卫任务交由其他国家承担。特朗普还谈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经由该海峡。特朗普曾向其盟友，当然包括德国施压，要求他们帮助美国对该海峡进行军事安全保障，但他现在暗示，他将把这项任务完全交给其他国家。他在真理社交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必要时由使用它的其他国家来守卫和控制。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他国请求，我们将在他们与海峡开展行动时提供帮助。但一旦伊朗的威胁消除，这应该就没有必要了。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前不久，
他刚刚拒绝了停止在伊朗的战斗行动。同时，尽管美国的盟友迄今为止对军事干预犹豫不决，但他对霍木兹海峡将自行重新开放表示乐观。我不想要停火，要知道，当你实际上正在消灭对方时，你是不会停火的。特朗普周五上午在白宫表示，我们不打算那样做。好的，朋友们，报道就那么多，接着看看评论。中国又躺着中枪呀，朋友们，因为德语区的网民在评论区多次提及中国。第一条评论，希望他不要结束得太早。看跟帖，特朗普和鱿鱼失算了，他们低估了中国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程度，因此在没有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情况下，美国的简单战略又次变成了我们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将一个主权国家炸得稀巴烂，对未来毫无规划，只留下一片焦土。但这一次美国休想得到石油。再往下看看他明天又会宣布什么吧。好，咱们看跟帖，他1周前就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了。这场战争正如他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承认那样，是他凭直觉发动的，其后果他完全没有估量过。对于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比如封锁霍木兹海峡的警告，他置若罔闻。一开始他大张旗鼓地说这是他和鱿鱼单独行动，等到伊朗的反击耗费了大量武器时，就要求北约成员国献出他们的装备，而之前他当然没有让那些北约成员国参与决策。现在自然而然的，他搬出了最不入流的说辞，又宣称战争目标已经实现，这次是接近实现。这里的特朗普粉丝们还在继续粉饰一切。好的，继续往下。我很想知道阿拉伯海湾国家会从这次行动中得出什么结论。从这点来看，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比海湾国家的安全更重要。预计美国在该地区将失去影响力。再往下，然后伊朗毛拉政权会恢复元气，一切又会从头再来。有一件事美国确实很擅长，发动战争，却不将其进行到底，只留下一片混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好的，下一则。他先把烂摊子搞出来，然后让别人给他擦屁股，真是个卑鄙的小人。继续往下。实际上事先没有真正的战争目标，或者事先不公布这些目标，倒是挺省事的，这样事后就可以随时调整，然后说大家看，所有战争目标都实现了，而毛拉们照样继续统治着。再往下，这真是非常奇怪，真的是这样？耶路撒冷邮报上的报道恰恰相反。该报道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才刚刚真正开始，数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已被调往中东，就连现在被称为战争部长的美国国防部长也表示，美国根本没有考虑撤军。恰恰相反，现在要迫使伊朗投降，这些内容都可以在那上面看到。那现在到底哪个说法是真的？好的，再往下。特朗普必须与鱿鱼一起将此事进行到底。我们不需要毛拉，也不需要哈里发。好的，下则。至少他是作为美国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在行事，并试图控制全球各地的脆弱冲突热点。而我们德国政府在国内又能搞定什么事呢？更别提在国际上了。继续往下吧。等战争结束后，我们再向伊朗送去数十亿的发展援助，让他们又能用这笔钱重建军队。莫斯已经宣布，我们的时代将在战后到来。是的，由纳税人来为此买单。好的，再往下。他已经输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已经完蛋了。这样也好。咱们看跟帖。现在轮到中国了。下一则。他和他那帮同伙利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把自己的账户和资产塞得满满的，这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死亡，真可耻。再往下。之前他怎么说的来着？和平缔造者特朗普终结了7场战争，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语了。好的，再往下。
好妹子呀，请别说的太保守了。据这位世界最佳总统自己反复声称，他已经结束了8场战争。在他本届任期开始时，这个数字还是9场。科索沃战争他不再提了，大概是有人告诉他，那场战争在他第一任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好的，下一则。是呀，当然，先在那儿煽风点火，挑起一场战争，导致油价大幅飙升，然后我们还得收拾美国人和鱿鱼留下的烂摊子。继续往下，我猜这是虚招。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又有2500名士兵正在赶往途中。再往下，翻译过来就是选民们因为汽油价格上涨而不满。下一则，我渴望成熟、严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政治人物。白宫这个幼稚鬼先是大肆破坏，然后许下宏大承诺，却让那些相信他的人独自面对困境。伊朗的恐怖政权在国内政治上比以往更加强势，这些后果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人民也会感受得到。但这不会影响到他，他反正有他的高尔夫球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中期选举了。下则，特朗普不是说要12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吗？现在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一个关于伊朗的提议，这个提议他很难拒绝，因为欧洲热恼了他，而且不支持他。这笔交易很简单，俄罗斯得到乌克兰，美国得到伊朗。我们看看24小时后媒体上会有什么相关报道吧。到时候欧洲可能不只是窗户被关上了，而是灯都要熄灭了。继续往下，利比亚、阿富汗、伊朗和叙利亚，再来一遍，让我们来买单，简直太过分了，完全不负责任。继续往下，现在可能已经显现出发动这次行动并非一个好主意，事情可能已经超出了特朗普的掌控，他无法简单的一撤了之。也许他还以为伊朗会害怕几支登陆部队，觉得现在是谈判的好时机，走着瞧吧。再往下，在我看来，美国在伊朗已经失败了，仅靠空袭对付这么大的国家不是解决办法。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只有通过地面进攻才能武力夺回并确保安全。但是库尔德人本应帮忙，但他们拒绝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欧洲的北约伙伴本应帮忙，但他们同样拒绝了。美国同时还面临着古巴、委内瑞拉、中国等问题，已经濒临力不从心的边缘。由此可见，世界已失序，正在重新洗牌。新的世界大国、新的贸易线路以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将随之而来，还有许多旨在解决旧冲突的新战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欧洲，尤其是德国，在这个新世界里将不再重要，如果有的话，也仅仅作为销售市场而已。再往下，那个总是临阵退缩的小人，雷声大雨点小。再往下，走着瞧吧，他今天说的话，明天就可能推翻。但这些迹象确实说明了问题，美国人撑不下去了。一艘航母因火灾停摆，另一艘已大幅后撤，自家军事基地也遭到重创，只有黎巴嫩那个基地还保持完全战备状态。看看现在得给伊朗开出什么条件，才能让他放开航运，放过海湾国家。实际上什么也没达成，唯一的结果就是伊朗会全力武装自己。德国知识点评，朋友们，美国要是这么做，真应验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好，下一则。谢天谢地，外交手段获得了新的机会。当然，伊朗人民必须能够自己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未来。特朗普总统再次用好消息让所有批评者感到意外。下一则，特朗普把瓷器砸得粉碎，而我们欧洲人现在得把它重新捡起来，太棒了。继续往下，他该不会真以为伊朗现在就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吧？好，继续往下。习近平围绕台湾的行动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还是特朗普开始考虑中期选举了？
再往下，正如特朗普差不多10年前几乎一天不差所说的，我们再也赢不了了。值得再看一遍那个视频。再往下，霍木兹海峡关闭对世界经济来说代价太高了，战争即将结束，希望伊朗人民现在能清出毛拉政权。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承受不起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德国知识点评：德国人典型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到现在，有的德国人还在梦想着推翻伊朗政权。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德国人病得不轻呢？好的，下一则。在中东削减军事行动，是因为对伊朗的战争变得太无聊了吗？他接下来又想开启什么新的冒险？古巴、格陵兰，甚至是中国？不过话说回来，经历了这次惨败，中国恐怕是块他啃不动的硬骨头。继续往下，也不再提政权更迭了，或者说这还能意味着什么？这对伊朗人民来说也将是可怕的，还是说由于会独自将其进行到底？看跟帖。遗憾的是，由于单凭自身力量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也清楚这一点。下一则。再一看，从战事中抽身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但仔细想想，这可能是他能做的最佳选择。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代价极其高昂，而且这要持续多久啊？风险也很大，因为民众的抵抗程度无法预估。另一方面，在伊朗进行更多轰炸和破坏，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进一步的破坏也只会越来越波及平民百姓。好的，看下则。对于特朗普，我基本什么都不会信，可能他只是一时兴起，也可能这完全是虚张声势，为的是让伊朗人麻痹大意。不如去看看那些载着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2栖战车和直升机的军舰是否仍在航向上，或者是否会在未来几天掉头，那才更有说服力呢。好的，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如果特朗普现在撤军，毛拉政权可能会凭借对霍木兹海峡的控制，萌生向所有西方船只收取高额看门费的念头，以此来巩固其政权，并弥补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好吧，各位，今天就到这里吧。看来特朗普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咋地呀，美国的形象当然也受损。估计明天他会又说另一番话，我们拭目以待吧。